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今天我们讲一个俄罗斯超模与罗蒂岛的故事。她是全世界时尚圈最火的模特，Vogue 的封面女郎，人称俄罗斯长发公主的鲁斯兰娜·科尔舒诺娃。2008年6月28日下午2点30分，正在公寓里读书的她，突然从阳台上掉了下来，摔在了街道的中央，当场死亡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房间里没有其他人，没有搏斗痕迹，血液里没有酒精和药物，也没有留下遗书。警方认为鲁斯兰娜是自己掉下来的。然而，这个案件看起来并不简单，充满了疑点。她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？首先，鲁斯兰娜的坠落位置离阳台15米远，而她只住在9楼，这个距离超越了人类的极限。让我们简单的计算一下，鲁斯兰娜坠楼的位置不到30米高，下落时间大概在2.5秒以内。一般人起跳的初始速度为3米每秒，所以坠落的距离应该在7.5米以内。如果是奥运会的运动员，初始速度能够达到5米每秒，也就是说，顶级运动员在这里跳楼也只能落在12.5米的距离，所以15米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距离。更何况它掉落的位置是在阳台上，那里没有助跑的空间，所以它是怎么飞出15米远的呢？其次，在鲁斯兰娜事件时，人们发现她的长发被剪掉，而且并不整齐。一个人坠楼，头发会因为震动而脱落，但是不会变短。那么以长发著称的鲁斯兰娜，她的头发呢？警方在鲁斯兰娜坠落的阳台发现了一把锋利的匕首。警方说，鲁斯兰娜就是用这把匕首割断了自己的头发。无论是鲁斯兰娜的公寓中，还是坠落的现场，都没有找到她金色的长发。就算鲁斯兰娜是自己跳楼的，那么为什么没有留下遗书呢？在桌子上有一张便条，写着第2天要去图书馆还书，而且4天以后还是鲁斯兰娜21岁的生日。她曾经打电话给母亲，分享了今年的生日计划。一个正在规划未来的人，会突然从9楼跳下去吗？然而在第2天，警方就以自杀草草结案。可是这个案件并没有因为警方的结案而结束。几个月以后，另一位模特安娜斯塔西亚·德罗兹多娃也坠楼了。她是鲁斯兰娜的好友，在她的遗物里，人们找到了一些死前留下的文字，里边提到了一个神秘的组织——世界玫瑰。记者的调查发现，2008年1月份，他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培训，而且与他一起参加培训的人里还有鲁斯兰娜。那么，世界玫瑰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？为什么2个女孩在培训之后以一模一样的方式死了呢？俄罗斯《新报》的记者叶琳娜·科斯丘钦科试图找出鲁斯兰娜死亡的真相，他渗透到这个组织进行调查，但是他并没有向编辑部报备，独自报名进入了世界玫瑰的培训中心。他在这里只上了4节课，就精神崩溃，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。随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，他的治疗持续了10年，而且他一直都不敢讲出他经历了什么。在2022年，他也以一种离奇的方式死了。世界玫瑰组织的历史非常遥远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，美国的 MK Ultra 计划。这是一项人类思想控制实验，实验在1973年被曝光，引发了道德与合法性的争议。随后项目被强制关闭，但是项目的资料却流传出来。资料上记载了精神控制程序的内容，一个叫生命之泉的组织掌握了这个方法，他们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培训洗脑模式。他们用培训的形式发展新的成员。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，这个组织因为收到了大量的起诉，被禁止在美国本土活动，但是他们的残余势力却流向了世界各地，在其他的国家生存下来，其中就包括了来到俄罗斯的一支，这一支的名字就叫做世界玫瑰。这个组织的信仰体系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，他们认为宇宙不是单一的，有众多的平行宇宙，这些平行宇宙里有光明的，也有黑暗的。比如说，在其他的宇宙里，还有一个光明的俄罗斯，也有一个黑暗的俄罗斯，而我们的宇宙夹在他们之间。联系这些宇宙的人被称为信使，信使负责沟通宇宙间的能量投射。世界玫瑰的导师就是第7任信使，前任信使还包括普希金、朵斯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些历史人物。世界玫瑰的导师声称，他们可以通过一套培训课程，帮助学员重建一个新的、更强大的人格。而这个培训的起源正是 MK Ultra 计划中发现的精神控制程序。它披着个人成长培训的外衣，却隐藏着另一个名字，叫做玫瑰教派。它利用时下流行的科学概念、重塑自我这些词语，填补了苏联时代留下的信仰真空。
那么鲁斯兰娜为什么来到这里培训？她的朋友也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是个巧合吗？人们很快就发现，不但他俩参加过培训，还有很多俄罗斯女孩都被送来这家培训机构，而这所培训机构的培训费用高达3天$1000。培训的周期通常是3个月到1年，这笔钱在20年前的莫斯科可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支付得起的。所以这些女孩的费用都不是自己支付的，而是由签约的模特公司支付。而这些公司的背后又有着杰弗里·爱泼斯坦的影子，就是那位萝莉岛的主人。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家媒体有过猜测，在莫斯科、伦敦到纽约之间存在一条灰色的模特产业链，甚至有一些天然气和石油公司也投资了模特公司，这让很多模特与公司的大亨们建立起了联系。如果有超模离开了模特公司，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所以在东欧到纽约的这条模特产业链条上，还有黑手党和世界玫瑰这样的组织参与，形成了重要的外围系统。世界玫瑰的培训部门就像一个软入门环节，负责给女孩灌输自我解放、放下身体羞耻的理念，与模特公司合作，接受异常行为。如果把萝莉岛比作是黑洞，那么玫瑰教派就是让女孩坠落的胁迫。以上所说的还只是媒体的猜测。那么鲁斯兰娜·科尔舒诺娃这位世界超级名模俄罗斯的长发公主真的去过萝莉岛吗？2004年1月份，爱泼斯坦案公布了一份资料——萝莉塔号的飞行日志。人们惊讶地看到了鲁斯兰娜·科尔舒诺娃的名字。2006年6月7日，年仅18岁的鲁斯兰娜·科尔舒诺娃乘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萝莉塔快车前往萝莉岛，之后被带回约翰肯尼迪机场。这不再是猜测，她真的去过那里。这条关键线索的出现，终于理清了整个故事的全貌。鲁斯兰娜·科尔舒诺娃出生在楚科奇，俄罗斯最寒冷的边境地带。父亲是一名苏联军官，全家人随着父亲居住在封闭的军事化小镇里。1992年，父亲去世，5岁的鲁斯兰娜跟着母亲和哥哥搬到了哈萨克斯坦生活。鲁斯兰娜有着惊人的智商，在10几岁的时候就可以讲4种语言：俄语、英语、德语和哈萨克语，因此被阿拉木图的一所天才儿童学校看中，招收并培养他。2003年，有一位摄影师拍摄了鲁斯兰娜的照片，刊登在全亚洲杂志上。不过，照片中的鲁斯兰娜穿着十分清凉，这激怒了杂志社的老板。因为在当时的哈萨克斯坦，女性非常的保守，甚至还要戴着面巾和头纱。幸好当期的发行量只有5000册，于是老板命令编辑们连夜动手撕掉了鲁斯兰娜的照片。不过还是有一本杂志逃过了一劫，他带着鲁斯兰娜的照片被送到了哈萨克斯坦与伦敦之间的航班上。来自伦敦的模特星探戴比琼斯碰巧乘坐这个航班飞往阿拉木图。他在飞机上阅读了这本杂志，并且看到了15岁的鲁斯兰娜。以他的行业经验，一眼就认定这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女孩。飞机还没降落，戴比琼斯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个灰色眼睛的少女。几经周折之后，戴比琼斯终于见到了鲁斯兰娜和她的母亲。他希望签下鲁斯兰娜，把她带到美国去发展。戴比琼斯告诉鲁斯兰娜的母亲，她的女儿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女孩，如果进入模特行业，她能赚到堆积如山的黄金。他们一家人也从此可以过上富有的生活。鲁斯兰娜的母亲犹豫了很久，丈夫去世以后，她一个人抚养2个孩子，太辛苦了。10年来没人可以帮她，但她还是担心，毕竟女儿才15岁。终于，戴比琼斯做出了许诺，不会让鲁斯兰娜拍裸照，并且保证公司会帮助她读大学。在得到这样的许诺以后，这位妈妈终于松口了。鲁斯兰娜被带到了美国，她第一次拍照片就挣了$1000。鲁斯兰娜将这笔钱汇给了哈萨克斯坦的妈妈，$1000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不可想象的。2005年，鲁斯兰娜第一次登上了纽约时装周，她的表现震惊了在场所有人。媒体称呼她为时装周上最美的发现，因为她的头发特别长，所以人们称呼她为俄罗斯长发公主。她开始出现在巴黎、伦敦、米兰、纽约的 T 台上，她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，广告邀约也竞相而来。鲁斯兰娜几乎是瞬间就成了全球模特圈的热门标签，她的身边也围着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机会，但是她仍然是那个害羞和安静的小女孩。她不但自己不拍裸照，还劝身边的同事不要拍。她从不去夜店，也不去派对，
而是在拍摄结束后跑回宿舍给妈妈打长途电话。然而这一切都在2006年的时候被突然改变了。鲁斯兰娜接到了一个邀请，邀请她去参加一个顶级的私人聚会。鲁斯兰娜以为这不过就是一场普通的资源对接，而没想到的是，她根本没有拒绝的选项。随后，鲁斯兰娜被带上了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洛丽塔快车，飞往罗利岛。就像她15岁那年离开家乡一样，她也只能跟着命运的安排走。在那场顶级派对上，鲁斯兰娜遭遇了什么，没人知道。回来之后的鲁斯兰娜也没向任何人提起。鲁斯兰娜的母亲回忆说，当时的鲁斯兰娜突然想要退出模特行业，她没有解释原因，但合约还没到期，鲁斯兰娜无法离开。她计划攒够钱，在莫斯科买套房子，然后回去发展，彻底离开美国，退出模特行业。可惜这一切只是她的一厢情愿。鲁斯兰娜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了，她是公司的资产，是王牌，是投资回报，她的命运不属于她自己。2008年新年，她回到了莫斯科与母亲团聚。鲁斯兰娜有了退隐的想法已经被公司所察觉，她被介绍去参加一个自我成长培训的课程，培训地点位于全俄展览中心，培训的机构叫做世界玫瑰。如果说肉体上被侵犯是人生中的至暗时刻，那么精神上的控制才是真正的恶魔降临。培训的第一阶段是为期3天的重建课程。第一天，他走进黑暗的大厅，阴影里站满了模糊的人影，传出一阵阵的低语。会场的中央站着导师，导师要求他讲述人生中最糟糕的事儿。鲁斯兰娜讲述了父亲的离世以及一段被背叛的恋情。说着说着，鲁斯兰娜忍不住就哭了起来。导师并没有安慰她，而是鼓励她哭，哭到歇斯底里，接着再让她笑，笑得像疯了一样。这就是第一天的培训课程，名字叫做恢复被压抑的记忆。第二天是冥想和舞蹈，第3天是泪水和狂喜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压制自我意识，关闭批判性思维。3天以后，鲁斯兰娜进入了第2个阶段，为期3个月的进阶培训。在这段期间，禁止他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，再通过一些情绪化的手段否定过去，否定自我，再构建新的人格。据鲁斯兰娜的家人说，鲁斯兰娜在培训后像变了一个人。以前她从来不会说脏话，而培训后经常说一些污秽的言语。几个月以后，鲁斯兰娜又回到了 T 台，她去了巴黎的时装周表演。T 台上的15分钟，礼服遮住了伤痕，掌声淹没了哭泣。鲁斯兰娜就是绝对的 T 台女王，演出非常成功。她打电话给妈妈，说自己仿佛站在了世界之巅。几天以后，她就从9楼坠了下去。鲁斯兰娜的死亡有众多的疑点，引发了俄罗斯人的关注。莫斯科警方多次突袭了世界玫瑰培训中心，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什么实质的证据，在法律上很难起诉这家机构。不过，因为鲁斯兰娜案的影响，在2011年，世界玫瑰组织悄悄关闭了培训中心，但是他们的成员依然活跃在不同的培训行业里。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培训方法有问题，反而认为很有效。其中一位导师说，有些模特因为混乱的私生活死了，那又怎样？这算什么坏事吗？鲁斯兰娜死了以后，她的母亲说，女儿赚的钱她一分也没有得到，原因是模特公司有严重的财务问题，那些钱被经纪人和律师通过法律文件从女儿的账户里划扣掉了。鲁斯兰娜活着的时候曾起诉模特公司，要求赔偿50万美元的损失。鲁斯兰娜的母亲从美国接回了她的遗体，埋在了莫斯科。这里是鲁斯兰娜最喜爱的城市，她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但是鲁斯兰娜的头发呢？在她跳楼前，她的长发究竟是被谁剪掉的呢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这篇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